其实我们每天脑部啊都会产生很多的废物，为什么会得失智症？它其实一开始是发炎，这些有害的蛋白堆积在脑部，造成脑部整个运作阻塞，接下来你的神经、你的认知就开始下降，所以那个失智是这样来的。这些东西啊，在脑部产生之后它其实就要透过脑部胶状淋巴系统去把它排掉。这套系统什么时候会正常运作？第一个啊，熟睡的时候，就是我所谓有那个深层睡眠啊。第二个啊，你如果说有运动，其实可以促进整个系统的运作会更好，因为这套系统它是从傍晚开始活动起来的。那可能在傍晚你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运动，晚上的确就会比较好睡，之后啊又可以增加这套系统的运作。所以这个脑子经过很好品质的清洗，你应该就不会得失智症或者老年痴呆症。对，因为这些废物就是比较有效的被你排掉了。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前线，我是钱子。大家知道我们身体脏了要洗澡，可是您知道吗？大脑也需要洗澡，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基因医师张家明，张医师好。大家好，钱子好。是医师，欢迎你。我刚刚提到就是脑子也要洗脑讲到洗脑2个字，可能很多人都会误会说我知道，就是宣传教育嘛，要洗脑。可其实我们这里讲的洗脑跟那个洗脑是不一样的。对，这个观念可能对大家有点新。对，不过它也是最近大概10年科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他发现脑部其实有一套系统，这个叫做胶状淋巴系统。大家应该也听过淋巴系统嘛，它就是负责帮你排毒啊这些东西的，所以脑部也有这套系统。意思说其实我们每天脑部啊都会产生很多的那个废物，这些废物有一些是跟失智症有关的，我们叫它失智症的坏蛋白；有一些是跟巴金氏有关的，我们叫做巴金氏的坏蛋白。这些东西啊，它在脑部产生之后它其实就要透过这一套胶状淋巴系统去把它排掉，这样子它才不会堆积在脑部。不过反过来说，大家也会发现像我们说为什么会得失智症？失智症的话，它其实一开始是发炎，接下来这些有害的蛋白它会堆积在脑部，造成那个脑部整个运作阻塞，运作不正常。接下来你的神经，比如你的认知就开始下降，所以那个失智是这样来的。当我们一开始是看到比较后面的结果那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有害蛋白堆积在脑部。现在我们更往上看到，在这个堆积之前，它其实是因为这套系统它有时候运作出了问题，有一些生活习惯没有让它好好的运作，把这些那个毒物排掉，增加这个失智的风险。是，所以医师的意思是讲说，洗脑或是大脑的洗澡好了，它是自己会启动的，对不对？对。如果它堆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一定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它就不会正常运作了。对。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套系统它是什么时候会正常运作。第一个熟睡的时候。熟睡。对，就是所谓我们那个深层睡眠REM 期的时候。那深层睡眠一般来说你对外界没什么感觉，那个时候这套系统它会有效的运作。那第二个你如果说有运动的话，它其实可以促进整个系统的运作会更好。这个是有科学证据的，就是有研究把人分2组啦，一组是就做一次运动30分钟，后来就什么都不要做。第二组做一样运动，就是踩飞轮那些的，可是他们持续了12个礼拜，一天就是30分钟，一个礼拜就是3次以上。他们去比较就发现，如果说有持续运动之下，他们这一套淋巴系统不只是那个淋巴的管径会变粗，然后它那个流速跟着变快，代表说你经过规律运动之后，那个整个运作效率变好了。刚刚讲洗脑这件事情，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还是很模糊。那我这边帮医师整理一下，这个是熟睡的时候，大脑会启动一个脑脊髓液的循环。对。我们想象它会在帮你洗你的脑子，清理那些垃圾堆积还有毒素都把它冲洗掉。可是最重要就是你要睡好。如果你没有睡好的话，这个机制会中断或出问题。所以到底要睡多久？是要深睡6个小时之后，它才能够启动这个脑洗澡吗？其实它重点是要进入那个深层睡眠这个周期。当然它不完全是跟睡眠时间长短，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就睡很久，整天躺在上面没有睡着。对，睡10个小时也觉得没有睡好。对，很浅眠的话，那可能效果就不好，因为它没有真的进入这个深层睡眠。另外还有实验发现说，所谓的深层睡眠，它也不是说一直持续的，它可能中间会有一些波动。所以有时候你是很深的，它有时是比较浅。所以我会另外提这个事情，是因为有些人会想说，那我中间
好像有醒过来一下，有去上厕所，对，不用那么在意焦虑，因为本来这个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睡眠周期，简单的说，如果说你醒来了，回去就躺去睡，睡得很好的话，那就没问题，重点是要有一个深层睡眠。那医师讲到深层睡眠，我怎么知道我是深层睡眠？深层睡眠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是有做梦没做梦，还是说对它会有一个延动期？当这个眼动期可能是透过仪器你才观察得到，当事人啊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不过简单说，如果说你睡起来好像什么都记不起来的话，那可能就是经历了蛮好的一个深层睡眠。或者是说睡起来觉得身体很舒畅，这也算是深层睡眠吗？对，因为他深层睡眠时候啊，他那个脑脊髓液就像胖虎一样，就是他整个系统都会给你挤压清洗，所以其实我自己感觉如果说你睡得很好的话你有一种脑部被挤压清洗过的一种感觉，这就是大脑的 SPA 对，虽然很抽象，对，可是大家可以体会，就是当你睡得非常好的时候，起来是真的非常的 fresh， 对，就是被清洗过的感觉，很清洗的感觉那就是这个就是洗脑，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另外就是熬夜这个绝对不行，熬夜或浅眠都会导致毒素的累积对，所以浅眠也不可以。其实睡眠我觉得是可以学习的一个技术。为什么会浅眠有可能很多人他睡前有一些坏习惯，譬如说睡前看手机啊，你在刺激大脑皮质，甚至你看到一些让你比较激动的，这些都可能会让大脑兴奋起来之后啊，你睡觉时候接下来你的睡眠做梦内容啊，就让你很难真的放松沉睡，进入那个深层睡眠。所以如果说了解这些话，我们平常睡觉前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准备，比如说你要有个仪式。你不是滑手机，可能是做一些让你放松自己，那个轻松的读一些简单的书或者说做一些可以让你觉得放松的事情。这样子有这个仪式的话，你在睡觉的时候的确是比较容易让你进入深层睡眠。就是布置一个让你可以好好睡觉的一个环境。对。另外也建议每天同一个时间入睡，譬如说你10点半就10点半，11点就11点。对，同一个时间就是一个仪式感，时间到了你就感觉到是睡觉时间了。这个时候我来睡觉，那刚刚好。因为人本来就有这种生理时钟，那你有在训练的话，他其实在那个时候睡会最好睡。所以睡眠是可以学习的，也可以训练的。可是如果有一些人他是轮班，譬如说医护人员，他大夜班3班制，这个怎么办？这就没办法。对，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来说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你已经轮大夜了，他睡前就不要再去看那些蓝光，因为那些蓝光就在刺激你，那个造成你睡觉不好甚至你可以做一些运动，让你更容易进入那个深层睡眠。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刚刚那个实验是它其实有提到一个重点，因为这套系统它是从傍晚开始活动起来的。你说这个脑脊髓循环液吗？对，所以在那个研究它是发现说傍晚之后你去运动其实可以搭配晚上你深层睡眠，就两个可以衔接起来。这套系统在日间白天的时候它反而运作不好。如果说你知道这个特性的话，那可能在傍晚你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运动，晚上的确就会比较好睡，之后又可以增加这套系统的运作。所以这个脑子如果经过这个很正常或者很好品质的清洗，你应该就不会得失智症或者老年痴呆症。对，因为这些废物就是比较有效的被你排掉了。刚刚医师还有特别讲到说运动这件事情有几个可以刺激 BDNF 神经滋养因子的运动，维持我们大脑的功能，包括有快走30分钟、游泳、有氧舞蹈，或者是打太极，以及骑脚踏车。这5个是医师推荐的。像如果说年轻人的话，我会建议你就做有氧运动，因为一般有氧运动的话，它对整个身体运作会有最好。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研究他们是骑飞轮每天30分钟，1个礼拜3次，持续12个礼拜就会有效果。它当时是一个大家可以去参考的，我要多少运动量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一个数据。现在公认建议的150分钟。150分钟，一个礼拜150分钟运动，只是说因为现在大家要上班嘛，所以你可以稍微把它调整一下，分配一下。不过原则上150分钟这个最低要求啦，有做到的话那个对身体整个都很好。当然这些运动它有强一点的，效果好一点的，有一些比较温和的，可能比较适用于一些譬如说膝盖没有那么好的人，或者说心脏不大健康，不能做太剧烈运动的人。比如说，大家最近有听到超慢跑，对，为什么现在开始大家都在流行超慢跑这个运动它其实从日本开始的啦。日本福冈大学一个田中教授，他本身是马拉松的好手，可是他研究这个超慢跑反差很大因为马拉松你知道那个运动量超大的不过超慢跑它运动量很温和。不过他自己就发现如果说你有做这个超慢跑，有这个动作啦，
它其实运动量其实是你那个走路的2倍，所以它有一定的运动量，而且光是这个运动它就可以诱发像粒线体的那个一些代谢机制，所以这个对健康都很好。快走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是，所以大家都可以挑选自己比较适合的方式哈。对。那还有饮食，当然医师耳提面命说非常重要哦。我们这边再提醒大家，有几个护脑的饮食，包括每一个礼拜3次莓果，然后每一天要有1碗深绿色的叶菜类，还有橄榄油取代奶油，最好不要奶油，是不是？对，就是脂肪酸有那个反式的跟一般那个不饱和的，反式的话当然是非常不健康的，所以现在其实也不大用。不过，即使我们觉得那个是没有问题的油啊，它又分好多种。像大家知道 Omega 3、6、9，简单的说 ，Omega 3就是鱼油，Omega 6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些很香的油，比如说油炸的那个咸酥鸡啊，那用大豆油、沙拉油，大豆油，对，那些都是 Omega 6。那 Omega 9的话就是橄榄油，其中比较不好的话是 Omega 6。其实现在美国心脏学会他们有建议，这些油里面 Omega 3跟6的比例是1:1最理想，只是说现在人都没办法做到，因为它现在 Omega 6的比重太多了，它可能是100:1啊，所以它这个会造成就是身上发炎，这个身体发炎的话，又造成像失智，甚至像癌症。所以，像之前一篇研究有提到说乳癌病人开完刀了，做好化疗了，整套都完成了，过一阵子又复发了。原因在哪边？后来就发现有些人他没注意，他吃到的不适当的油，或者说他们比例，就是 Omega 6比 Omega 3比重太大，就吃了太多 Omega 6怎么来的话，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些油炸的不健康油，因为有时候你会想说我大豆油很健康，你就想不到，因为它其实重点是 Omega 3、6的比例。那 Omega 6有哪一些？大豆油、沙拉油，还有葵花油也是啊，葵花油也是，都是，就是你常用的油几乎都是 Omega 6。苦茶油也是吗？苦茶油好像是 Omega 3，它是好的。可能大家比较常用的是橄榄油，橄榄油是 Omega 9，Omega 3加 Omega 9可以抵消 Omega 6带来的这些发炎反应。所以因为大家听起来会有点不飒飒，哇，3、6、9我怎么分？简单的说Omega 6要少一点，Omega 3要多一点，或者说你可以搭配 Omega 9加 Omega 3两个多一点。平常吃东西对那个多用一些橄榄油，或者说平常吃一些鱼油。那油炸的东西像大豆油就少用一点，这些就是要少吃啦。对啊，因为它太香了。对，它太香了。那另外还有每周2次鱼类，一定要吃鱼吗？对，鱼的话本身里面这个鱼油的成分Omega 3，鱼的话它的白肉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当我们会鼓励说红肉不要吃太多了。如果说要摄取蛋白质的话，那白肉是一个方式。为什么红肉不要吃太多？你知道吗？不知道，我好爱吃牛肉哦。其实那个吃是没关系，不过每个人吃，里面吃下去的时候，那个反应代谢会不一样。如果说肠子里面是坏菌的话，对，你吃的红肉被你那个坏菌代谢之后，它会产生一种东西叫 TMAO， 中文叫三甲胺吧。三甲胺它本身是一种会刺激你发炎。肠道发炎之后肠子会长息肉，所以说有些人大肠癌对息肉里面有一些会变大肠癌，所以我们常会说吃红肉会得大肠癌，背后的是这样子不过关键就是那个肠内菌，那你就要去调整这些肠子里面细菌。现在很多人都吃益生菌，我们想吃益生菌好处，就像刚讲吃红肉代谢不好会长息肉，可是你益生菌好的话，它就没有这些坏菌，就不大会长息肉，因为它就会抑制发炎。怎样维持我肠子里面好的细菌，这个很重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有2大原则。第一个，大家都有做到，我吃益生菌。对。不过这个不够，因为你吃了益生菌有2个礼拜，它跑光光，因为你没有提供环境给它住下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是要补充一下它的食物。这个东西叫益生元，所谓益生元就是一些膳食纤维啦，像是什么洋葱香蕉一些比较软的纤维这些都是这些东西是它的食物你吃布置好它的住所，益生菌才会住下来。益生菌好的话其实这样我们就可以抑制发炎。所以平常鱼肉吃一下 ，Omega 3补一下。那蔬菜纤维多吃一下，特别是一些益生菌的食物，膳食纤维多补一下。益生菌住在肠子里面的，那你的代谢好的话，其实病会少很多。就是打造好一个健康的环境。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只是补充那些锭或者是益生菌，可能也没有用，因为它一下子就跑掉了，你的环境留不住它。对。那吃优酪乳也是有用的嘛？对，优酪乳它里面就是这些益生菌。
对啊，它是最常用的一个方法。我们去超市啊，随便买一个就有了，就是都很，大家可能只是把它拿来当做一个预防便秘啊。不过你没想到这些细菌其实会影响你的消化代谢、免疫，都很有关系。是，包括洋葱，还有香蕉，对，这一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打造你肠道好菌环境的食物。那另外还有每天一把坚果，这个也是让你的保护你的脑子啊，这个也是打造算是一个脑子的这个健康环境。对，好，那另外呢，预防脑毒素指南，我们在这边给大家提醒一下。塑胶高温加热千万不要哦，化学清洁剂把它换成天然产品，以及空污跟 PM2.5啊，你可以使用空气清净机或者尽量离它远一点点，减少暴露在户外高污染的时间。如果你很不幸住在火力发电厂旁边，那就只能尽量远离，或者是关在房子里有用吗？稍微有用，稍微有用。如果说你真的住在那边大家会想很无奈啊，怎么办？这个是工业啊。不过我会建议，那你就多注意抗发炎、抗氧化这2个关键字。意思说姜黄吃一下，鱼油吃一下。那另外睡前千万不要滑手机，因为这个蓝光都会影响到你的松果体，影响到你这个脑做 SPA 的机制。不过最后我想要问一下医师有些人可能要自己评估一下，我到底算不算我脑部退化？我的这个脑脊髓液是不是没有正常在运作？有没有什么初期的征兆？我要自己理解一下。第一个，忘记熟人的名字；第二个，常常放错东西；第三个，说话找不到词，卡词；第四，开车迷路；第五，不爱与人互动。就这5项吗？它是一个最简单的评估方式啊。它自问自答，我们都可以了解说，那我是不是有符合这里面的几项？因为有时候你里面不止1项的话，那可能就要考虑，那个我是不是真的有一些退化的迹象？不过我要强调的是你即使有上面这些变化，都没有说是你是失智，不见得是。对，而且如果说真的有的话，它也是很初期，它一般来说它可能可以在可逆的一个阶段，甚至它只是因为你慢性发炎一个脑雾脑雾是可逆的。对，脑雾它本身就是慢性发炎的。就是慢性发炎。大家会想说，为什么那个慢性发炎造成脑雾？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知道有人感冒，你就会发现我整个脑就顿顿的，对不对？对，就想不起来事情。对，因为你感冒的时候啊，身上免疫这些发炎反应嘛，细胞激素充斥在你的整个血管里面、血液里面，其实就会影响你的思考。所以它是一个最容易观察到，就是我身上有发炎的时候，会造成我思考能力大幅下降。当这个是急性发炎啊，慢性发炎它一样，而且它持续的时间更久。所以有些人他脑雾，他可能是 COVID-19 之后，因为这个病毒它对那个免疫影响非常大，所以很多人 COVID-19 之后他就脑雾了，长新冠。对，因为这个就是跟他免疫有关。这个脑经过这些病毒免疫的洗礼之后啊，它造成它那个整个那个免疫都出了问题。其他的话就是像有时候我身上慢性发炎，身上一样充斥着这些细胞激素，你可以想象我的脑细胞就泡在这些细胞激素因子里面，造成它这个思考整个都打断，所以你会觉得我脑部都是杂讯，我要想的事情想不出来，就像我们刚这几个忘记熟人，我这看着他的脸，怎么样都叫不出他的名字。所以说也不急的说我是失智啊，你要想到我是不是脑雾，慢性发炎造成脑雾。当如果说你觉得说这个情况真的持续很久，旁边的人也有注意到这个情况好像越来越严重的话，我们会建议找一下神经内科医师，他们有一套专门的评估系统，更专业的评估。对。那可是如果只是譬如说像 COVID 之后的长新冠，也许你可以靠着一些脑部的 SPA， 我们刚刚讲的远离发炎的这些原因这个包括运动，包括吃对食物这些。可能可以帮你慢慢恢复。如果只是脑雾的话。好，今天非常谢谢张嘉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照顾我们大脑的一些 pebble 我们非常谢谢张医师，也邀请下个礼拜5持续收看我们健康大前线，谢谢，拜拜。拜拜。